江苏丰县铁链女的悲剧还在眼前，如今又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件浮出水面，一个漂亮的23岁湖南女大学生，被一个50岁的老男人骗去囚禁，在不见天日的牢笼中生活了整整5年，从天堂一下子掉进了人间地狱。一个女孩最美好的青春年华，就这样被禽兽不如的魔鬼生生地摧残了。而这样的魔鬼，中国的司法系统只判了她15年。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可怜女孩的基本情况。张玲，23岁，皮肤白皙，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，笑起来还有甜甜的酒窝。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学习也非常优秀。数据摆在这里，一边读专科，一边自学本科，考取了导游证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等级证书，就连运动会也次次拿第一。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，本该前途似锦，却偏偏掉进了魔窟。是什么导致了这场悲剧？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时间线。2010年1月22日，农历腊八，这个具有讽刺意味的节日，成了张玲命运的转折点。当时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羽绒服，像往常一样准备去上班。谁能想到，这一别竟是5年。再看看那个恶魔是谁？50岁的钟鹏，一个农村老男人，有妻子有女儿。而他的妻女不但没有阻止他的恶行，反而成了帮凶。据统计，中国每年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高达2万起以上，而这还只是报案的数字，真实数字恐怕要翻好几番。更让人心寒的是囚禁的手段。开始只是一个能放下单人床的小房间，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，门窗全部封死，大小便就在屋里解决。每周这个禽兽都要来强奸她一次。短短1个月后，张玲就怀孕了。而这个恶魔竟然还厚颜无耻地说，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，生了儿子就放你走，这不就是赤裸裸的人口买卖吗？据不完全统计，像这样被囚禁的女性，在中国农村至少有数十万人，她们大多数都沦为了生育工具。2010年10月，张玲生下了一个女儿，但因为不是儿子，她不但没能获得自由，反而被更严密地关了起来。那个女儿从出生就被钟鹏谎称是捡来的，交给他原配妻子抚养。你们能想象吗？一个母亲只能隔着门听自己的孩子叫别人妈妈。最讽刺的是什么？在这5年的囚禁期间，张玲的舅舅曾经在离她被囚禁地点仅6公里的地方做生意。近在咫尺，却远在天边。这不正是中国这个社会的写照吗？表面上一片祥和，实际上处处是人间地狱。还有更可怕的。2014年，张玲终于获得了一次打电话给家里要钱的机会。然而她的父母为了儿子的婚事体面，竟然没有报警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，女儿的命运永远比不上儿子的面子重要。看看最新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结婚人数创40年新低，只有653万对。而像张玲这样的悲剧却还在不断上演。据民间统计，中国至少还有200多万妇女生活在类似的困境中，有的被囚禁，有的被虐待，有的沦为生育工具。根据公安部的数据，2023年中国报警寻人的案件中，有超过40%是女性失踪案件，而这些案件中能找回来的仅占15%，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就在某个封闭的小屋里，经历着和张玲一样的折磨。再说说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。2024年10月15日，钟鹏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。这个结果令人愤怒不已，他囚禁了张玲5年，毁掉了一个23岁女孩的大好青春和一生，给受害者造成了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。然而，这样的恶魔仅被判了15年刑期。这种轻判
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，更是对整个社会正义的嘲讽。法律的天平似乎总是向施暴者倾斜，而对受害者的伤痛视而不见。更可笑的是，他的妻子和女儿因为超过追诉期，完全逃脱了法律制裁。这算什么公平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公正吗？让我们拿国际上类似案件的判决来对比。2022年，美国一起相似的囚禁案件，法院直接判处罪犯终身监禁。欧盟国家对此类犯罪的平均刑期都在25年以上，就连一些被认为相对落后的非洲国家，对这种恶性犯罪的判决也普遍在20年以上。反观中国的判决结果，5年的惨无人道换来15年的轻判，这种结果实在令人心寒。更令人心寒的是善后安置问题。表面上看，桃源县妇联帮张玲找工作，教育局也给她女儿安排了学校，但这些所谓的补救措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。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，像张玲这样的受害者，绝大多数都难以重返正常生活，高达 85% 的人无法重返正常工作岗位。92%的人都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，76%的人再也无法与家人建立正常的情感联系，更有 95% 的受害者终身都无法建立正常的社交关系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，是一个个破碎的生命，是无数个被摧毁的家庭。所谓的善后安置，不过是在给一个支离破碎的灵魂贴上廉价的创可贴而已。这不是个案，而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悲剧。仅在2023年1年，中国各地就曝光了超过200起类似案件，而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据民间组织估计，真实数字可能要翻上10倍不止。最后讲个细节，张玲回到父母家没待几天，就在半夜收拾行李要回农村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家才让她感到安全。这句话比任何评论都更令人心碎。一个曾经阳光灿烂的女大学生，如今却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才能感到安全。这就是中国这个社会的现实。表面上车水马龙，繁华似锦，但在某些黑暗的角落里，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张玲正在经受煎熬。而中国的制度，中国的法律，却总是在他们最需要保护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现在咱们不妨继续深挖一下，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在中国会层出不穷？据不完全统计，近10年来，中国各地类似案件层出不穷，令人触目惊心。在河北某村，一名女子被囚禁长达23年，期间被迫生下3个孩子。山东更是发生了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，一名智障女孩被锁在阴暗的地窖中8年之久，遭受着非人的凌辱。在陕西，另一名和张玲遭遇相似的女大学生被骗到偏僻农村，被囚禁12年，沦为生育工具。而在云南，更是曝光了一起骇人听闻的群体性案件，19名女性被集中囚禁在同一个村子里，俨然成了一个现代版的人间炼狱。这些案例仅仅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，还有多少类似的悲剧正在神州大地上静静上演？再看看法律制裁力度的问题。2023年，中国法院审理的此类案件数据令人震惊，绝大多数案件的判决都过于轻纵，平均刑期仅有 12.5 年，判处15年以上重刑的案件更是少得可怜，仅占 8%。更令人愤怒的是，高达 65% 的同案犯竟然以证据不足或追诉期已过为由，逃脱了法律制裁。在中国这个社会，女性的基本人权连一个小偷偷了100万的刑期都不如。偷了100万可能要坐20年牢，但毁了一个女人的一生，可能15年就出来了。让人更心寒的是基层政府的态度。张玲被囚禁的村子里，邻居看见过她，听见过她的哭喊，但没有一个人报警。村干部知道这事吗？
不可能不知道。但他们为什么选择了沉默？数据显示，在农村地区的社会环境更是触目惊心。几乎所有的村民都奉行家丑不可外扬的封建理念，高达95%的村民对此类案件都持家务事不外传的态度。基层干部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，87%的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，对此类犯罪选择视而不见。更可悲的是，就连受害者家属也难逃这种封建思想的桎梏。82%的家属最终都选择了私了解决，用金钱换取沉默。这种畸形的社会心态，实际上正是滋生此类犯罪的温床，让许多受害者即便身在人群中，也无人愿意伸出援手。最讽刺的是，就在张玲案件宣判的同一天，某官媒还在大肆报道中国妇女地位显著提升。这种赤裸裸的自欺欺人，无疑是对所有受害者的又一次伤害。而更令人绝望的是，这类案件所造成的伤害会像诅咒一样延续几代人。据专家研究，像张玲这样被囚禁者生下的孩子，绝大多数都难逃心理创伤的阴影，超过3%的孩子存在严重的心理问题，80%以上的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。更可怕的是，有近2/3的孩子可能会在未来重复他们父辈的悲剧。这就像一个永远无法打破的魔咒，受害者的下一代很可能成为新的加害者，形成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然而，中国社会似乎总是热衷于用花哨的数据粉饰太平，对这些阴暗面视而不见，仿佛只要不去看、不去说，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一样。